他明明是惨遭绑架的人质，结果却因为长久的相处，不可救药的爱上了绑架自己的黑帮大佬。Don't provoke me. Or what? 女人名叫劳拉，本是一家连锁酒店的高管，但忙于工作的她却与男友有着不可调解的生疏。于是为了缓和两人的关系，主动求和的劳拉不得不选择在生日这天自费带着男友来到了美丽的西西里。可结果却没想到，就在她一觉醒来后，竟出现在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而这里窗户反锁，大门紧闭，直到晚上才有了些许声音。于是劳拉怀着忐忑的心情，穿过寂静幽暗的古堡，来到了一处装修豪华的大厅内。但一副关于她的巨大肖像却在此时引起了她的注意，而一个英俊的男人更如同是古堡中的幽灵。Are you lost, baby girl? 惊吓过度的劳拉顿时晕了过去，而直到醒来后，她才意识到自己竟遭到了眼前男人的绑架。可尽管如此，面对身强力壮的男人，无论劳拉如何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不过好在男人并没有侵犯她的打算，反而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真相。原来男人名叫马西莫，本是西西里黑帮家族的长子，结果却因为一次暗杀，从父亲的手中接管了这庞大的黑暗帝国，成为了西西里不可一世的地下皇帝。但也就在那次暗杀后，濒死的马西莫在恍惚间竟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脸，于是在休养一段时间后，他立即找来全世界最好的画家将她画了下来，但却也只将她当做了一个梦。直到他在机场看到了劳拉，他才确信这场奇妙的缘分竟然真实存在。 Somewhere inside me, I had this feeling of certainty that one day you'll stand in front of me and be mine. 然而不知事情严重性的劳拉却对马西莫的故事不屑一顾，反而扬言自己的男友一定会来找自己。可马西莫听后却毫不在意，反而将一个神秘的黑色信封交到了劳拉的手中，那竟然是劳拉男友出轨的证据。随即马西莫告诉劳拉，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事能逃过他的眼睛，而劳拉的男友也不配得到劳拉的爱，所以他已经派人伪造了劳拉的亲笔信，制造出了劳拉离家出走的假象，顿时让劳拉心头悚然一惊，然后趁着马西莫不注意迅速跑了出去，但结果却被马西莫一把按在了沙发上。 I won't do anything without your permission. 但也别去招惹自己的底线。随后更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 You have 365 days. I'll do anything so you can fall in love with me. If next year on your birthday nothing changes, I'll set you free. 劳拉瞬间呆愣在了原地，然后便被马西莫的副手带了下去。可是对于他的到来，作为马西莫管家的老人却有不同的意见。虽然他知道客厅里那副巨大肖像对于马西莫的重要性，但他更知道这个女人对马西莫来说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可马西莫却根本不听，反而掏出了腰间的手枪。 Spara me. 然而马西莫却并没有这么做，反而径直离开了这里，准备去做一件他必须做的事。于是他来到了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找到了一个伤痕累累的男人。 Eccolo il grande Massimo. Cosa vuoi fare? Vuoi picchiarmi? O tagliarmi le palle? 但理想跟现实之间总是留有差距，而马西莫要做的事情也远比这些恐怖的多。 Se tu mi avessi solo derubato sarebbe finita così. Invece hai deciso di vendere dei bambini ad un bordello. 只是对此劳拉却并不知情，反而趁着无人看守之际，准备偷偷溜出马西莫的古堡，却不料下一秒，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劳拉的面前成为泡影，瞬间将劳拉惊得再次晕了过去。而等她醒来已经是第二天，马西莫就这样静静地守了她一夜。他告诉劳拉，虽然自己家族做的都是见不得光的生意，但拐卖儿童却绝不允许。可却依旧无法说服习惯了法治社会的劳拉，于是他请求马西莫能够放自己回去，却惨遭马西莫拒绝，并告诉劳拉他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自己会带他上街买一些必需品。结果却瞬间激怒了对方。 If that's your idea how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looks like, you're fucking wrong. 一瞬间，场面立即安静的可怕，因为作为西西里的地下皇帝，还从未有人敢对马西莫如此大胆。于是马西莫告诉劳拉 If you hit me again. What? You will kill me? 然而马西莫却沉默了，因为发自内心的爱意让他无法对劳拉说出恐吓的言语。于是就在劳拉换上了一袭性感的红裙后，马西莫不顾劳拉的反对，准备带劳拉去往一个神秘的地方。但就在行驶的路途中，博主突然感觉最近减速才很累，想去自驾游放松一下。前几天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 R1款比亚迪宋 Plus， 没想到7万多就买到手了，比新车便宜了7万多，开起来却跟新的一样，真的特别划算。瓜子是全国二手车大平台，每台电车都经过3电检测，照样有原厂质保，还能先试开3天，满意了再买。我跟你说，想买二手电车的抓紧找瓜子查询底价吧。然而马西莫却不顾劳拉的惊讶，派人清场了城内最豪华的商业街。可他却不知，他很快就将后悔这个决定，因为无论处境多么艰难，一生要强的女人都不会在逛街这件事上委屈自己。很快便在马西莫强大的超能力下，仿若报复似的横扫了整条街的奢侈品店，就连体力极佳的马西莫跟手下看了都暗自摇头。结果却正中劳拉下怀，于是他趁着几人休息之际，急匆匆地跑到了街上，找到了2名正在巡逻的警察。 Please, I need help. Can you help me? Someone kidnapped me and I need help. 警察闻言立即一怔，但转头就看到了紧随而至的马西莫。 Buongiorno, signore. 然后他们便仿若无事地离开了这里，让劳拉激动的心终于再次死掉。他这才真正的意识到马西莫的势力到底是有多么强横无匹。可他却已经毫不在意，反而质问马西莫之前说的话是否依然算数。 What do you mean? That you won't touch me without my permission.
然而马西莫却说自己并不是劳拉想象中的怪物，于是劳拉便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想要拿回自己的手机以及电脑，顺便吃上一顿丰盛的烛光晚餐和波兰饺子。而马西莫也果然答应了劳拉的要求，不但特意从波兰调派了名厨，还为劳拉介绍起了自己的地下王国。不过与之相比，马西莫更希望劳拉可以教会自己一些特别的东西。I'd like you to teach me how to be gentle for you. 劳拉心头顿时微微一震，不敢相信眼前的黑帮皇帝竟然也有如此温柔的一面。于是在拿回自己的手机以及电脑后，他鬼使神差地将电话打给了父母，谎称自己在西西里找到了一份全新的工作，时间大概为1年，成功打消了父母的疑虑。只是他却没想到，就在当晚，马西莫竟悄悄走进了他的房间。可作为一个欲火旺盛的男人，马西莫却有违本性，就这样静静地在劳拉身边睡了一夜，也成功打动了劳拉那颗满是戒备的心。于是他不再抗拒马西莫的爱抚，但却依旧以讽刺马西莫为乐，称他是一个只知动用武力的野兽。结果下一秒， Bel caratterino. Vabbè, almeno non mi annoierò. Buona fortuna, Massimo. 随后马西莫命人将劳拉绑在了飞机的座位上，在一路的挑逗过后，飞往了约定好的美国，准备与另外几大黑帮家族洽谈生意。只是他却做梦也没想到，喜欢跟自己对着干的劳拉，竟在当天换上了一身极不符合情况的性感短裙，瞬间看傻了马西莫的副手。He's gonna kill you, and then he's gonna kill me. 只是尽管如此，在副手为劳拉介绍各大黑帮家族的情况，以及劝告他要低调一些的时候，劳拉却表现得毫不在意。殊不知，危险也即将来临，因为就在副手走后，在外等待的劳拉竟不顾劝阻，径直穿过了保镖的阻拦，来到了各个黑帮大佬的包间。可不得体的样子，却瞬间引起了马西莫的不满。于是他立即将劳拉拽出了房间，警告劳拉要低调一点。 What the hell are you wearing? A couple $1,000 of yours. Don't provoke me. 然而喜欢跟马西莫唱对手戏的劳拉却毫不在意，反而为了激怒马西莫，跟大厅内的一位帅哥亲热了起来，瞬间看傻了马西莫。只是还不等他阻止劳拉愉悦的行为，劳拉性感的样子便引起了另一个男人的注意。他带着猥琐的笑容，不停地对劳拉上下其手，顿时惹来了劳拉一阵尖叫。于是眼见自己心爱的女人受辱，愤怒的马西莫竟直接冲了上来。这下场面顿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在马西莫跟其手下的威胁下，不由得举起了双手。可闯下大祸的劳拉却还不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直到他听见了管家与马西莫的争吵，而他这才知道，原来昨天被枪击的男人竟是另一黑帮家族的大佬。于是管家劝说马西莫交出劳拉，避免两大家族开战血流成河，但结果却被愤怒的马西莫一把抓住了衣领，警告他下辈子说话小心些。 I'm sorry. I'm sorry, I didn't think. 然而此时，一向呵护劳拉的马西莫却早已没了当初的好脾气，愤怒地指责起了劳拉。 I shot his ass. I wouldn't have to do it if you didn't just like a whore and put on your little show. So that's my fault that your friends tried to rape me. That's my fault. Fuck off. 说着，劳拉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而不放心的马西莫也在管家失望的目光中追了过去，只是却依旧无法抚平劳拉的愤怒。于是就在拉扯之间，劳拉一个不慎掉入了波涛汹涌的海水里，马西莫顿时惊呆了，随即奋不顾身地跟着跳了下去，这才将溺水的劳拉救上了船。Okay? 然而情如风雪无常，却是一动即伤。就在劳拉悠悠转醒后，一直守在床边的马西莫难得放下了自己身为地下皇帝的骄傲，对着自己深爱的女人低下了头。 I'm so grateful that you're alive, but in the same time I want to kill you. Why are you so disobedient? You have to understand. I can't lose you. I don't want to. 而也就是这一番真情流露，终于打动了劳拉那颗封闭的心。于是就在马西莫准备离去时，劳拉主动握住了马西莫的手，用自己炽热的身体回应了马西莫的爱意，瞬间让整个世界也跟着灿烂了起来。于是兴奋的马西莫立即找来了全世界最好的服装设计师，为劳拉精心打扮后，带她参加了这个庞大黑暗帝国的派对，想以此来宣示他对劳拉那坚不可摧的爱意。这一刻，他不再是不可一世的黑帮皇帝，更像是一个坠入爱河的普通男人。只是他却没想到，就在他以为一切向好之时，一个女人的出现却直接毁掉了一切。 Bravo. Beautiful dance. 原来女人名叫安娜，不但是马西莫的前女友，更是另一黑帮家族的掌上明珠，瞬间让知晓其背景的马西莫慌乱了起来，而安娜的狠辣也可见一斑。 L'ammazzo. Ti toglierò la cosa più preziosa che hai. 说完，安娜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但却让马西莫的心里不可避免地蒙上了一层阴霾。于是为了保护劳拉不受到安娜的伤害，马西莫不顾劳拉的反对，绕开了自己的私人机场，命令副手将劳拉送去飞往波兰的飞机。可结果却没想到，路上刚刚还有说有笑的副手，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的电话，让他的脸色不由得难看了起来。随即便不顾劳拉的询问，在命令手下将劳拉送走后，径直走向了那不可预见的未来。而劳拉也在马西莫的提前安排下，回到久违的家乡，住进了早已准备好的豪宅。可马西莫却自此没了音讯，就好像是绚烂的流星，在短暂的美丽后便堕入了无边的黑暗。然而天涯地角有穷时，唯有相思无尽处。对马西莫的思念
仿佛无时无刻都在折磨着劳拉的内心。于是失落的她来到了闺蜜的家里，但闺蜜在得知马西莫的身份后，却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担心。她告诉劳拉，爱上一个不该爱的男人，对任何女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可深陷其中的劳拉却难以自拔。于是为了帮助劳拉走出阴霾，闺蜜与劳拉拿着马西莫提供的黑卡，在各大高档场所消费了起来，仿佛生活又再次回归了正轨。但只有劳拉自己明白，马西莫已经在她的心里根深蒂固，一生都无法忘怀。然而尽管如此，就在换上了崭新装扮的劳拉来到了久别的舞会现场后，一个不该出现的男人却在此时出现，那竟然是劳拉的前男友。但见过雄狮的女人又怎能看得上柴犬？ Co to zmienia, czy ty pamiętasz, czy nie pamiętasz? Przespał się z inną dupą, tak? Ale Laura, tak. To wszystko prawda, tak było. Ale ja przez ten czas zrozumiałem, że naprawdę cię kocham. 可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于是劳拉不顾对方的苦苦哀求，径直离开了这里。结果却不料对方竟恬不知耻地跟了上来。Laura, naprawdę mi ciebie brakuje. Ale tak się składa, że mi ciebie nie brak. 可一个柔弱的女子又怎会是身强力壮的男人对手？然而就在两人拉扯之际，一个熟悉的声音却突然打破了平静。原来竟然是许久未见的马西莫。劳拉顿时惊呆了。于是，在前男友灰溜溜的逃走后，她望着眼前这个朝思暮想的男人，狠狠一巴掌打在了对方的脸上，仿佛要将自己长久以来的委屈发泄出来。然而马西莫却再次用自己炽热的身体解决了一切，直至劳拉看到马西莫胸膛上的枪伤。劳拉顿时愣住了，立即明白了发生的一切，也明白了自己竟险些失去了这个自己最爱的男人。于是她终于不再压抑自己内心的情感，说出了马西莫做梦都想听到的答案。I don't need 365 days. Because Because I love you. 马西莫顿时惊呆了，长久的期盼终于在此刻得以实现。最终不断地听着劳拉说了一遍又一遍。可是我们该如何表达爱情呢？是从此烟雨落京城，一人撑伞两人行的恬静，还是闲时与你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的温馨？而也就是从这一天后，马西莫与劳拉的爱情也随着时光的流逝，在这缱绻的岁月中逐渐升温，让这个叱咤风云的黑道皇帝变成了一个坠入爱河的普通男人。于是就在为劳拉的妹妹送上新婚祝福后，深受感触的马西莫竟在心中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竟想要打破家族传承几百年不娶外国女孩的规矩，决定向劳拉求婚。可劳拉父亲一句简单的询问，却让他陷入了沉默。 A kto to jest? Czym się zajmuje? I'm a gangster. 场面顿时安静了下来，但看着父母还以为是开玩笑的样子，劳拉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然后便在婚礼结束后，随着马西莫回到了两人初识的地方，按部就班地准备着结婚的事宜。但这时的马西莫却并不知道，劳拉此时竟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而一场噩梦也即将开始。 Ja po prostu nie wierzę, pojebało cię! Po 2 miesiącach znajomości! Dobra, przestań, daj mi jednego. W ciąży jesteś. Zapalę drugiego za ciebie. Kurwa. 可尽管如此，面对劳拉的选择，闺蜜在发泄了一通后，还是选择坚定不移地支持着自己的好友，为她送上了自己最真挚的祝福。 Kocham cię, słyszysz? Zawsze będę z tobą. A to dziecko wychowamy. Będzie piękne po takich rodzicach. Mądre niekoniecznie, ale piękne. 而很快，在所有人的期待下，劳拉终于挑选好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婚纱，完美无瑕的样子立即让闺蜜瞪大了眼睛，并对这场通往幸福的婚礼更加期待。然而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就在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之时，马西莫的管家却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 Vogliono uccidere Laura. Sei sicuro? Sì, sono sicuro. 一向铁血的老人瞬间惊呆了。虽然他一直厌恶劳拉的存在，但他更明白劳拉的死亡将会把马西莫推到怎样疯狂的边缘。于是他命令手下马不停蹄地赶往马西莫的古堡，并着急地给马西莫打去了电话。但此时马西莫的电话却一直处于忙音中。劳拉告诉马西莫，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要当面说给他听。 I miss you. I miss you too. 这痛是你的悲楚因你而起，然后又在无边的愁绪中对你不可遏制的思念了起来。于是当步履蹒跚的老人不顾一切地冲到马西莫的古堡后，劳拉的车辆也随之进入了幽暗的隧道，而马西莫手中的电话更在此时传来了空洞的忙音。劳拉的车辆终究还是没有走出那条隧道，于是马西莫怔怔地望着匆匆赶来的老人，虽一言不发，但他却已经明白了所有，瞬间让他的眼眶微红了起来。他的幸福终究还是离他远去了，而过往的一切也如汹涌而来的潮水，瞬间将他淹没在了滚滚洪流之中。而警方也在此时封锁了现场，但电影总是仁慈的，属于他与劳拉的故事也还远未结束。